声音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你上学路上的车流鸣笛声，上班路上的地铁轰隆声，办公室敲击键盘的声音，声声入耳。不想看见，我们可以直接闭眼，但是声音，你捂上它还是会传进来。我们无法彻底闭上耳朵。上学下班的路上，那些车声、人声、吵闹声也算是声声烦心。我们只想安静一下，所以降噪耳机来了。1989年，首款商用的 BOSS 降噪耳机问世，而30多年之后的今天，真无线降噪耳机百花齐放。本期我们集齐了目前手机厂商们非常热门出的真无线降噪耳机，一共5款，我们一起来看看谁的表现最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记得3连半视频点赞收藏，欢迎你。经常为别人出镜做推广，这次我们为自己代言。小白有品 APP， 一个只卖精品二手的平台，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半价潮物，国行正品带票，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赶紧搜索上车。咱们不废话，直接耳听为实。我们找了几段高质量的噪音音频，并在地铁、电玩城等地方通过人头麦实际录了5款耳机的表现，大家可以直接实际感受一下。完整音频请到 B 站 P2 查看，建议戴耳机。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有在信线下。前面这几个耳机，你觉得谁表现最好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啊！测试的时候呢，我们手里正好有最强王者 BOSS 700，大家来感受一下。真的好降噪，只有头戴好。OK，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如果只考虑降噪，不考虑其他方面的话，苹果确实表现最佳，第一稳坐。第二就是我们左右为难的华为还有 OPPO 了啊。不仅它俩的区别非常小其实和苹果相比也只是稍逊一筹。第3名呢，则是我们一开始没能想到的realme它也是最便宜的一个，而最后则是小米稍稍有一点点意外。当然，这是我们根据体验和实测结果的主观排名，每个人对于不同频段声音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千人千面，千人千耳。总的来说，就是好的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但是差的一般呢是真的不怎么样。OK， 我们说完了结果，再来好好聊聊影响降噪耳机体验各个方面的原理。这几个耳机的价格覆盖了从400到1000元不等那么它们的体验差距能否有3倍之多呢？我们知道声音也叫声波既然是波，就意味着声音可以理解成一段的曲线，那么我们只需要发射一段完全相反的声波就可以抵消声音了。主动降噪的原理就是通过耳机内置的麦克风收集环境音，然后通过芯片计算生成反向声波，从而抵消噪音。我估计你听了好多次了，但是这么说呢，你是不是还有些疑惑？现实这种东西又不是数学题，怎么能说减就减呢？虽然说声音是一种波，但本质上来讲是声音被挤压并不断传播的现象，就像是水波不断扩散，你的耳膜被压缩的空气不断推动，产生震动，从而听到了声音。空气受到挤压，自然就会有压缩和稀疏2部分，这2段交替的频率就是声音的频率，而主动降噪就是产生相反的压缩频率，填补上原本的空气，这样相当于就没有震动了，声音也就减弱或者消失了。但是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填补的空气需要完全对上，严丝合缝才能够实现降噪。如果你填补错位了，那不仅不会降噪，甚至会进一步压缩空气，反倒是添噪音了。而主动降噪就是通过麦克风拾音，然后芯片计算，再形成反向声波，这就一定会产生延迟。在波段较长的中低频还好即便有一点错位也不严重但是在波长很短的中高频，这点延迟相对就是很大的误差了，很容易出现添噪的问题。降噪耳机可能出现添噪问题怎么办呢？那就在靠近耳道的位置再添加一个后馈麦克风，拾取噪音之后的声音实现误差矫正。这一次参测的耳机均使用了双麦克风的混合降噪，但小米和 realme 以另外3
3款啊还有一些区别。华为、苹果、OPPO 的后馈麦克风的位置都在出音口内，也就是发声单元的前面，这里最接近耳道，能够拾取到最实际听到的声音。而 realme 和小米则是放在了出音口的一侧，这样拾取的声音会和耳道内的有些许区别，自然表现就稍差一些。而设计在出音孔内，对成本和算法都有更高的要求，而 realme 和小米正好是5款之中相对便宜的。聊到这里，降噪的环节还没真正结束，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改变你的选择，甚至是你能否接受降噪耳机的原因，那就是耳压。使用过降噪耳机的小伙伴应该有过体验，就是那种飞机上升下降的时候，因为气压变化，鼓膜受到压力的感觉。调研之中呢，也有小伙伴说到，因为无法忍受耳压，直接放弃了降噪耳机这个品类。问题是耳压是怎么来的呢？人没动，没有气压的变化啊？不，其实是有的。上面说过啊，声音都是通过空气被压缩并不断传递的现象，而主动降噪则是填补上了稀疏的部分。这个结果就是整体的空气被压缩了，所以你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是空气分子的动能增加了，所以耳内压力也变大了。结果就是你觉得有耳压了。这和08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一篇波叠加时的能量央谬之中的结果相近，你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而耳压这个东西，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让你直接感受啊。综合我们工作室小伙伴的主观感受，在强降噪下呢，苹果和华为的耳压呢是最明显的 ，OPPO 其次，小米和 realme 的表现最弱，这和降噪效果成正比。支持调节的华为和 OPPO 在弱降噪下呢，耳压都有着明显的降低。降噪环节到这儿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就是风噪。如果你是运动爱好者啊，你肯定知道戴着普通耳机跑步或者骑车，有的时候可谓风声大噪，比不戴还吵。而降噪如果不合理，风甚至会干扰降噪效果，反而会增加降噪。早期的一些降噪耳机都会有比较严重的风噪问题，大家可以实际感受一下。根据结果来看，依然是苹果最佳，华为和 OPPO 的弱降噪表现相当 ，OPPO 的强降噪和 realme 差距不大，小米最差。但是在我们的测试之中，突然发现小米还有一个风噪模式，实际结果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结果可以和 Air 有一拼了。我们推测这个可能和小米的结构设计有关。小米的前馈麦克风设计在了转角处，同时没有任何的防护，就像你对着瓶口吹气会发出声音。而小米的这个结构就和瓶子类似。同样 ，OPPO 和 realme 的结构也存在这一问题，所以在这个环节他们的表现不佳。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是用很薄的纸巾在几乎不影响降噪的情况下盖住了 OPPO 的前馈麦克风。实际结果表现确实更好了。而小米之所以在风噪模式下表现更好，我们推测是小米在这个模式下使用了反馈式降噪，就是不再通过前馈麦克风拾音，而是通过后馈麦克风实现降噪，从而解决了风噪的问题。好了，这一下降噪就真的说完了啊。如果综合一下降噪、耳压和风噪的综合表现，我们的主观实际排名如下：第一阵营是苹果、华为和 OPPO， 第二是 realme， 第三是小米。其实降噪这个话题大有门道，对于耳机结构的设计、算法的水平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其实都是主动混合降噪耳机，但是价格能差3倍的原因了。至于佩戴的舒适度啊，我们确实不能给一个统一的结果。比如我们内部对于 OPPO 的佩戴舒适度打分就完全不一致，有人完全不能接受，有人觉得最舒服。同时，不同大小的耳塞也会影响到佩戴的舒适度。但是我们总结了几条耳机是否舒适的原则，可以作为你购买耳机的参考。第一就是轻，只有足够的轻才能够保持长时间佩戴的舒适度。第二个就是耳机的柄越小越好，如果耳机柄太大，就会导致重心靠外扯耳朵，戴久了就会胀耳难受。比如索尼的降噪豆就是最佳的反面教材，本来就重，大头还在外面。而第三点，亲自体验，就像是你问别人这道菜辣不辣一样，你又不知道对方是四川人还是广东人，这你怎么判断？而除了佩戴感受之外，还有一个特别主观的，就是音质。你们肯定会说啊，降噪耳机谈什么音质啊，万元以下听响啊。但是作为一款耳机产品，音质是本分。不如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先给你听一段录制的某款耳机的录音 A， 然后你从之后的3段录音中找出来哪个是之前听的 A， 记得调整音量。Now it's time, I fear to tell, I've been holding it back so long, but something strange. Now it's time, I fear to tell, I've been holding it back so long,
but something strange. Now it's time, I fear to tell. I've been holding it back so long, but something strange. Now it's time, I fear to tell. I've been holding it back so long, but something strange. 给大家5秒钟发个弹幕，说一下你的答案，是不是感觉都差不多？其实刚刚的音频呢是国内某耳机厂商的工程师罗天元老师录制的，1、2、3分别是 Beats、森海塞尔和生的诗耳机，而一开始的录音 A 其实是奥蒂斯平板振膜耳机录制的，后面的3段录音中并没有这款耳机，你猜对了吧？你之所以听不出来，是因为修改了3款耳机的频响曲线。我们知道耳机都是有频响曲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有高有低的曲线。理论上讲，频响曲线越平，越能反馈声音最原始的样子。而上面的音频通过了 APU 反向拉平了4款耳机的频响曲线，然后录制的音频。频响曲线对于音质的影响可以说占到了70%，而耳机本身使用的发声单元，比如动圈或者动铁、做工、品控等等其他方面，占到了影响音质的30%。本来区别就变小了，又因为录制的质量、视频后期带来损耗等等等等，所以你几乎分辨不出来了。这个并不是说高价耳机都是智商税啊，或者说普通耳机拉 EQ 就能够堪比大奥了。高价耳机的背后也有品控、做工以及人工校对等等看不见的成本。只是对于非发烧友、非专业的普通人而言，音质的主要区别就是频响曲线影响的那70%。就像是牛排一样，很多人吃不出高级和合成的区别，但是调味的区别肯定吃得出来。频响曲线就是这些耳机调味的区别，不如再来听听调味过的区别吧。怎么样？哪一款调味你最喜欢呢？如果你拿不准啊，那就和佩戴感受是一样的，还是线下亲自体验，这样才最好。当然，这是我们一家的主观观点，大家兼听则明。我们只是希望你能明白，当你使用一款耳机的时候，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你觉得它好听，那它就是好听。还没结束啊，我们还做了一个测试，就是蓝牙延迟。这个现在打游戏大家也觉得挺重要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蓝牙耳机最受诟病的问题。通过 Latency Test 的测试之后，我们发现结果真的非常有趣。在统一搭配魅族17 Pro 的情况下，除了 Realme 各家的延迟表现基本一致，可以说听不出来太大的区别。但是在自家手机的情况下，除了苹果有优化安装软件，所以没能进行测试之外，其他耳机延迟都有所降低。这个结果打吃鸡其实足够了。因为200毫秒以内的延迟呢，绝大多数人呢是发现不了的。就比如说现在你正在看的这段视频，我们手动延迟了200毫秒，你发现了吗？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预算够，手机耳机买同品牌的，不仅软件功能实现的全，而且延迟一般也是最低的。为什么说一般？因为也有特例啊。这次在我们用小米10 Pro 至尊纪念版为测试机的时候，其他家的耳机延迟表现都比小米要低。我们测试了几次都是这个结果，也是一脸懵逼。聊了非常多啊，简单总结：如果你是苹果阵营的用户，只要能够接受耳压的问题，那么不用说了 ，AirPods Pro 一定是最佳的。而安卓阵营的话，华为和 OPPO 的表现绝对不输于 AirPods Pro， 完全值回票价。但是如果比拼性价比的话 ，Realme 这台400左右的价格，性价比确实还挺高的。小米的话，经过我们这一段长时间的使用和体验测评，同志尚需努力啊！很多时候，我们戴上耳机，不仅仅想要隔绝那些噪音，我们还想在上学、下班的路上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沉浸享受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光。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忘记将要迎来的期末考，可以忘记还未完成的月绩效。成年的世界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机会，没有那么多逃避的机会，但是在歌单里面可以，我们可以跳过不喜欢的音乐，可以在喜欢的歌曲里面单曲循环。OK， 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赶紧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面。这期聊的是厂商们的降噪耳机，还想看什么专题可以打在弹幕上。不过关注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